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们，大家好。我是何允坤，来自于天津，今年2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接受我喜欢去搓澡。你适合找一个东北妹子。24号。哎，男嘉宾你好，这个我特别要发一下言，因为啥呢？因为我就是东北的。哦。我们老家的搓澡特好，而且特热情。哎，哥您来了，来，男宾一位，楼上请。对对对，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20号。男嘉宾你好，我虽然是个南方的女孩，但是我也是巨爱搓澡，因为我外婆家是扬州的。哦。然后我就是1周大概得搓3次，不然不得劲儿。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有多爱搓澡？能超过我吗？就是这个搓澡啊，它主要体现在不是说就是我一定要去搓，把我的皮肤搓到一个通红的状态。我对于搓澡的理解啊，更多的是就是朋友们或者说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那可能说想起来就会去，1周的频率不好说，就看自己有多想。15号。哎，男嘉宾你好，我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过前女友啊不喜欢你去搓澡，还是什么样的？就是可能说，就我认知中的南方人，可能说对于搓澡的这个热爱度啊，可能没有北方那么高，所以我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很担心，就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接受我能去搓澡。为什么东北的文化这么盛行？之前确实有人研究过，是温度。因为东北的冰期很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对于温暖的渴望远超你的想象，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外部空间，一进去之后就觉得足够的暖和，可以穿得很少，可以待很久。在芬兰就有芬兰浴，对吧？对，一切在北纬到度数以高，你看俄罗斯、芬兰、北欧都有各种温泉浴，这个火山泥浴。死海泥浴，它也一定有一切帮助你保温的自然方式。好，谢谢老师科普。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啊在背后去吐槽别人。12号。可是女生都是很八卦的呀，就基本上大部分女生都是会10分钟可以见面说30多个人的坏话。我明白，12号女嘉宾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想表达的是，生活嘛，我觉得是有好有坏的。我主要强调的是高频这个词。如果说我的女朋友她只能看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坏处，不断的跟我分享这种负能量，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怨气所在。我觉得这样是对我们的感情不太好。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俩跟陈明是同事，如果有一天我跟你说，哎，陈明老师人不错，我很欣赏，很有才华。你说，哎，我也觉得他很不错。你看，我们俩都认可陈明这件事儿，根本无助于我们俩关系的更紧密。但是反过来，我告诉你，我特别讨厌陈明，我恨他不是1天2天了。这样一说，我们俩的关系立刻就会近。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啊，可能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陈老师，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负面信息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表达，被我们潜意识认为是达到一定深度才能进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女生，能够在对方面前肆无忌惮地聊一个人的负面，被认为是信任的标志。这里有其中几个潜台词，就是第一，我信任你，你不会告诉他；
第二，你值得我的这种信任，而且你在生活当中会这么做。第三，我也有一种隐形的期盼，你也可以把同样的信任给予我，这样我们的深度就会迅速往下有个深化的过程。交换秘密，所以这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在吐槽，是在社交，但可能对于你来讲，你会觉得那一套模式比较陌生，所以你会认为那就是一个单纯的负能量，其实不是。而且你千万不要认为女朋友在你面前老说几个女生的坏话就是讨厌她，她说完坏话之后就约她们看电影，约她们喝下午茶去了。是的。来看片子。我是何炳坤，曾经是一名电竞选手，后来被俱乐部看中，晋升为主教练。但长时间在封闭的房间里训练，让我有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帮别人顶班，做了回解说，没想到大家都很满意。那种久违的释放，让我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成为一名电竞解说。但是做解说并不容易，因为我的基本功不太好，我说话说快了，嘴会打瓢，就听不清楚。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播音与主持专业出身的，我的压力很大。可是我终于遇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想轻易放弃。于是我开始花大量时间训练，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电竞解说比赛的全国冠军。我觉得做解说的话，对于我本人的改变还是蛮大的。以前的我比较内向胆小，就其实跟陌生人讲话呀会紧张，不太敢。然后到现在做了解说之后，我发现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也敢去表达出来。现在的沟通欲望还是蛮强的。我喜欢研究各类游戏，而且很在意输赢。无论任何游戏啊，我都会想尽办法给他们打通关，就连抓娃娃也不例外。我觉得我玩游戏是属于那种脑子比手更好使的人。比如说夹娃娃的精髓啊，它就在于甩夹子。你左右甩，在你左右甩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去下钩，这个时候可以利用惯性把娃娃给带出来，这样成功率还是蛮高的。生活中我不容易和人起争执，因为我总是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他昨天晚上加班到很晚，今天也是牺牲了自己的补觉时间来陪我。这个约会也是我提的，我觉得应该多等等他。在未来相处中，我肯定不会让你生气，如果有，那算我输。14号，你好，男嘉宾，我觉得你还是太小看商家了。正常来说，我像你那样摇过的，然后摇个几百年都是还是不行的。所以你还是要找那个铺垫，然后在前面多人投完币之后，你才去再继续抓。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最重要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靠谱的商家。其实所有的方法呀，所有的技巧，都只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成功率。哎，抓娃娃这个事情带来的快乐，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其实娃娃的快乐它有很多种，就从我们最浅显的抓到娃娃，我们拥有了一件物品，拥有物品。第二，对，然后我们本不是用金钱换来的物品，而是用这种可能会换不到，而我们换到了能力。对吧？他证明你弄不到，我弄到，那就是我比你厉害。还有一个运气嘛。男生从来不认为是运气，他都认为是能力。男人失败了才是运气不好，这是男人世界的逻辑，对吧？你去看人拍照片，这照片好，你用什么东西拍的？他不会说，哎呦，你好会拍，不会的。你拿什么玩意儿拍的？那你这个东西比我好，那我没办法了。范浩然。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在视频里说，你特别会为别人着想。那假如说你现在因为另一件事情情绪很不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和女朋友约会，她迟到了，你会不会把另一件事情的不开心给转化到这件事情上，还为她着想吗？我觉得最坏的情况是我可能需要大约10分钟左右的一个自我安静一下。10分钟就能完事儿啊？对。我是2分钟，就是比如说我特别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很想哭，但是我又一想大家都在看着我，然后去卫生间呀躲门后哭2分钟，然后就跟没事人一样就继续。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女孩？我觉得他说的可能就是85%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模式去面对我的感情，面对我的生活。他们俩还是一个模式。回避型和压抑型。对。对，我会选择去逃避这件事情。我觉得，与其在这件事情上去，浪费一些时间，那我不如去想点让我开心的事情。19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都说，好脾气是留给外面的人，都会把最坏的留给最身边的人。然后你是这样子的吗？反正我觉得啊，我近3年来我是没有发过脾气的。就是对最亲的人也不会吗？那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是一个不爱发脾气的人，那对待最亲的人，那肯定不会发脾气啊。那你表达愤怒的方式是什么？表达愤怒的方式，就其实为什么要愤怒？就我觉得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它都不足以让我愤怒，唯独打游戏的时候，我可能会很生气。哎，胜负欲，他说到胜负欲这个事儿，女生对男朋友的胜负欲这个事儿，你们有没有要分享的？17号。男嘉宾您好，和我一起玩游戏有2个男孩子，就是我绝对不能让他俩压我一头，就是我一定要赢。比如说我们俩现在排名是第1、第2，然后你第1，我第2，你会不会投降，然后把这个第1让给我？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讲的所谓的输赢性啊，是在与别人做竞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是一段恋爱关系，那我们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那我觉得我会以你的开心为重点。谢谢。求生欲还可以啊。23号。男嘉宾，我刚刚在那个 VCR 里面看到你，就是说你以前讲话都会打嘴瓢，是吧？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当时候你是怎么克服这个难关的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当时候你是怎么克服这个难关的呢？对于我来讲啊，这件事情可能会伴随我非常的一个时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对，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就像现在一样，就瓢了。那在我的内心里面支撑着我的，其实是，就是我知道我的一个优势是我的专业性，可能说我有一个底，我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它。同时，我现在也在为这个目标而不断的努力。好的，好的，谢谢。来看下一条。我有2段感情经历，都是好兄弟介绍的，但是一言难尽。第一次给我介绍时，他是这么说的：“你啥也别说了，哥懂你。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哥还不了解你喜欢啥样的。行，我就信你。”她是好兄弟在网上认识的女生，性格直爽。我和她相处了1个多月就确定了关系。只是有一点我不太能接受，这边有事。她总是喜欢在相处的时候制造一些矛盾和情绪。你是不是在惹我生气？我感觉好像是被情感打压了，于是我找好兄弟诉苦，请求支援。哥，他跟我说，我觉得你俩不是一路人，还是散了吧。我跟他之间，但后来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就继续和女生在一起。直到我发现他还在和别的异性交往，我果断和他分手，结束了快1年的折磨。过了小半年，好兄弟又来为我介绍女朋友。他当时说，上次是哥不好，以后咱不能在网上轻易开启一段感情了。最近我有个工作伙伴，人特好，肯定是你喜欢的类型。今天我约他谈的事情，你跟我一起。饭桌上的他笑起来很阳光，一些高情商的行为让我很是心动。但是饭后我才知道，哥，他大我7岁啊！都什么年代了，7岁不算大。你看我前几任谈的都是姐弟恋。那你不都分手了吗？那是我的问题啊，
我不成熟，你别学我。后来我和他相处了4个月，忽然有一天，他向我提出了很现实的问题：结婚。我们结婚吧。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没有能力去支撑起这段婚姻。后来我就去找我好兄弟商量，我没看出来他这么快就有结婚的打算啊。最终我和女生真诚沟通，和平分手。如果好哥们儿再给你介绍对象，你接受吗？看情况吧。曾经我仰慕另一半，我希望女朋友比我优秀，但现在我觉得优秀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2个人的互相吸引。那你会是我想要找的那个女孩子吗？我挺喜欢他那个哥们儿说话那个神叨叨的劲儿，都什么年代了，打7岁有什么关系？陈明对吧？完全没关系，非常好啊。老师，我首先想解释一下我这个 VCR。好，你说。就是 VCR 图中有一个画面嘛，是啊，哥他大我7岁啊。就这个画面其实是那时候我20岁吧，作为一个大学生，第一次见，就说白了比我大的姐姐，当时很诧异。但是我的内心啊，并不是说啊不找比我大的。来，你给我说说，你有几个兄弟给你介绍过？就是这2段感情都是同一个兄弟介绍的，而且这个兄弟啊，他为什么那么爱给你介绍对象？他是不是资源太多了？就是其实这个兄弟在2年前也来到过我们的舞台前。当时他的一个 VCR 录的就是他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月老，包括我今天来。他叫什么名字？龚家阳。我是朋友圈公认的月老，用3寸不烂之舌撮合成了4、5对情侣。哦，要多结交这样的朋友。8号。男嘉宾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接受最大的年龄是多大年龄？因为你之前是大7岁。我觉得主要看双方的一个感觉，年龄它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永无上限。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你每天的打游戏的频率是在个多长时间呢？其实我说实话，我先交个底，我内心我很讨厌打游戏，我觉得打游戏很无聊，因为打太多了。那么随着现在游戏慢慢成为了一个我的工作吧，算是，它可能就像我们平常上班一样，会用上班的时间来对待这个游戏。好的，谢谢。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就是在你和你另一半的相处过程中，你会比较听取身边朋友的建议吗？还是说会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听取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收集信息的过程，我会听，但是采不采纳的话，要靠我的一个综合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19号。男嘉宾，就是听说打游戏好的男生，周围的女生都会特别的多，就是很多会崇拜你。那你周围的那些女生会成为你的女性好朋友吗？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啊，就是会不会带女孩上分，跟女孩打游戏这种？是的。是这样的，就我在刚刚回答嘉宾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在休息的时间，我不愿意去接触游戏。那我工作时间我肯定不会啊。那我在我的休息时间的时候，我能带的只有我的亲朋好友、亲兄弟，我的另一半。那陌生的一个女孩靠近了我，我会觉得她是有所企图。那我为什么要带她？是这么一个道理。什么叫有所企图？人家就喜欢你呗。对呀。就是我们如果说通过网络上认识一个人，那他的一个喜欢程度肯定是因为你的游戏，不是因为你这个人。你喜欢我，想接触我，这种我觉得很虚幻，不现实。现在留灯的是20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推。何炳坤的自推女生竟然是11号范浩然。男生温和善良有爱心，儒雅绅士，工作认真负责，做事小心谨慎，在亲密关系中觉察力强，会照顾另外一半的看法和感受。而女生呢，精致大方，秀外慧中，
感情中非常看重精神层面的沟通，两个人有较为相似的价值观，都重视伴侣之间的陪伴和沟通。男生情感上细腻的陪伴会让女生有暖心的感受，而女生的乐于付出能让男生感觉踏实，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甜蜜情侣。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就是因为我也说过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去吵架的人。那在就是今后的相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矛盾，你会去怎么做？20号。我首先是不太想在一段感情当中出现矛盾，如果一定要出现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去主动去哄他，然后我会给他台阶下。范浩然，我和他完全相反，我经常就会把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这种话挂在嘴边。发生矛盾的话，我一定会说宝宝我错了，很会主动给对方台阶，还是生怕你不搭理我的这种类型。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11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也可以牵20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选择20号女嘉宾。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走吧。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住我心里的花。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刘浩前，然后我的家乡是安徽马鞍山，现在定居于杭州，今年是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起把我的家里布置得更加的温馨。5号。男嘉宾你好，我是5号女生，我来自广东广州，现在是一名哲学博士在读。哇哦！然后呢，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布置我自己的家居的。你有什么自己的这种布置这种家居的一些想法吗？我就是因为太没有想法了，很多朋友来到我家里就说，感觉你家里跟样板间一样。就是我会收拾的特别的整洁，然后几乎是没有很多的东西放在外边那种。哦，不像住人的地方。对，就少了一些烟火气息。2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对温馨这个词吧有一个不同的诠释，因为我是一个断舍离的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像你刚刚说家里样板间那种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状态并不影响温馨。比如说温馨对我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像那种很暖的那种暗暗的一些灯啊，或者是一些香薰机摆在房间里的，我觉得这种都可以作为温馨的一部分。然后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认为呢？对，我是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因为我对于温馨的话，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女生好像对于这方面更加有经验一点。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可以一直纵容我的都可以。你希望他不纵容你说都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就吃啥呀，玩什么呀，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啊，都可以，你去做决定吧。哦，就是我希望他可以把我这个毛病给改一改，对，把我引得更主动一点。23号。Hello， 男嘉宾。那如果说你刚好你另外一半也是经常说，哎，都可以，都可以，那到最后可能纠结了半个小时，大家还是都可以，那你会怎么办？这不就是个死局了吗？对，就是现在的话，我有在改变了，但是基于我的一个本身的性格特点的话，如果刚好2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可能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听谁的到底。范浩然有主意吗？男嘉宾你好，我可以给你表演一下不同语气的都可以，你想听吗？好。比如说惊喜，哇，都可以。然后不屑，哎，都可以吧，都可以吧。愤怒，哼，不可以。然后撒娇一点就是，啊，宝宝都可以，嘛。你见识过这样的吗？我目前为止还真没有。我觉得范浩然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说都可以，但是你的情绪也决定了你的态度。对呀，如果人家问你就是去哪里，如果那个男生说都可以啊，是很期待的，好像那个女生一也会定要有觉得语气词。对。看片子。大家好，我叫刘浩前。外冷内热，随性，然后我还有点不自信，因为我的眼皮经常就是耷拉着，然后也不怎么说话，所以别人可能会觉得我有点高冷，但是我还是蛮希望别人能够主动来和我说话的。和朋友相处，和同事相处，我都比较的随性，吃什么都行，干什么活呢我也不挑，你拿主意我就都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但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自信一点，特别是有人给我鼓掌的时候，我会更加自信一点。在大学里头练过声，练声方式和这个唱歌的一个发声方式还是比较相通的。唱歌好听的话，还有一些很多别的方式啊，比如说在浴室里头唱歌自带混响，电风扇练声啊等等。我还是蛮向往一种自由生活的一个状态。前几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也见识到了一些沿途的一些风景。印象最深的话是在苏格兰的时候，那个绵长又荒凉的高速旁有一个小木屋。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如果偶尔能够抛开手机，远离城市，过上一种日出而醒、日落而息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回国之后，我在一家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工作。那工作之余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在街上，如果说碰到了买一赠一的话，我会打包带回家继续吃。我一个人去电影院的时候，一定会选择最中间的最佳观影区。虽然说旁边会有很多的情侣，但是只要周围的情侣不尴尬，我是不会尴尬的。我家里摆放的那些地球仪呀、电影胶片机呀、车模，这些都是我自己制作完成的。但是感觉好像无论再怎么样去布置，还是少了点生活的气息。所以我期待有一个女生能够走进我的生活，我们一起吃饭逛街，一起追剧，一起把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单身的时候，就是也是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胆子特别大，我喜欢去玩那个鬼屋嘛。然后就有一次，正好我前面是2对情侣，然后就我一个，我们5个人一起进去，然后就没想到到那个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然后那2个男生就不敢走。后来我说那我走在前面吧，我说反正我也不怕。然后后来有一个女生就说你看你还不如人家女生。是呀，挺尴尬的。现在的男生好像胆子可能，是不是？我胆子也不大。你胆子比较大是吗？我胆子也不大。也不大。
但是如果说是我女朋友的话，那我肯定要站在她装也要装一下。对对对对对。哦。看下一条。在恋爱当中呢，我其实更喜欢被女生去引领。曾经谈过的3段恋爱，让我在人际交往这块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喜欢恋爱当中一个被带的一个感觉。你比方说，女生会主动引导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主动带我出去玩，所以我觉得主动外向型的女生跟我这种内向的性格还是蛮搭的。之前的话，有个女朋友，她就特别喜欢和朋友们在一块玩，甚至是有的时候和朋友们在一块玩的时候会撇下我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孤单，有点可怜。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话，应该有大量的2个人独处的时间，而不是说你需要我的时候就喊我过来，不需要我的时候就去找朋友去了。如果认识了让我能够心动的女生，我可能很难主动去捅破那一层窗户纸，因为我不确定女孩是否是喜欢我，所以我就不太敢主动去告白。我判断一个女生是不是对我有好感的话，我会看她是不是平常主动找我聊天，或者说跟我有一些互动。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女生，她主动邀请我去长沙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种比较明显的暗示了吧。所以我后来也是主动了一下，并且也是告白成功了。这次来参加节目，我也是特地做了一个手工制品，我想的是试着勇敢一次，把它送给我心仪的女生。14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到你那个 VCR 说你喜欢女生去引领你，但是我喜欢我男朋友去引领我。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去引领一个女生的话，我就觉得他好有魅力。对，我很赞同你这个话，因为我现在也在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在社交、朋友和工作方面都有在去做主动的一个改变，包括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所以呢，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不敢去说的，也不敢表现出来，我就在这里等着对方不停的主动再主动，我才敢去回应。还要主动再主动，少了一个你都不搭理是吧？其实18号跟男嘉宾很像一个镜子一样，你们俩是基本上是一款，就是偏在自信方面会稍微对自己没有那么饱满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训练的，眼神的聚焦要多聚焦到自己身上那些自信的点也是可以训练的。我觉得女嘉宾也可以试一下，就是每一位如果大家第一时间要迅速的想到你的3个优点的话，你会最先想到什么？来，拿纸笔写自己的3个优点。来，14号，你写好了是吧？你好，孟老师，这是我的优点吧？然后我找男朋友也是以这个去前提去找的，就是简单、干净、善良就好。马宇哥。第一个很好养活，第2个不挑食。这2个算1个，第3个呢？我从来不看外面的男人的。来，陈意涵，你说一下。第一个善解人意，第2个是我就是还比较有趣吧，性格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的随和，然后不矫情。范浩然。温柔大方听话。听话。听话也是个优点。刚才说了这么多女生当中，哪一个的某1、2条优点是你很欣赏的呢？其实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善解人意。第一个善解人意。喜欢的一点就是这善解人意。善解人意。那你自己对自己的优点是怎么概括的？也是这2点。就是你们对自我的判断，也是你们择偶的时候的一个条件。对，差不多。
就想要找到跟自己相似的人。对，因为觉得如果说跟自己反差太大的人的话，你可能太难去猜懂他的一个心思和想法。你看，具备这种特征的女孩会不会喜欢他这个都可以？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概率是很高的，因为两个太果断的一起冲突的几率就大幅提高。最后一个问题，陈意涵。男嘉宾你好，您说你那个年纪今年是26，对那您能接受就是比你大多少的女生呢？因为我今年是35了，比你大将近快9岁。对。其实对于年龄这一块的话，我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建议，我其实有一段恋爱是比我大还挺多的。多少？8岁。挑战一下9岁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我可能更看重的是心灵层面、精神层面的一个交流。好，现在留灯的1号、21号，有请1号、21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期待你发现我的哇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断开。哎，怎么这么巧？对呀、男嘉宾的自推女生是刘浩前的自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刘浩前的自推女生是23号李翠怡。男生谦和有礼，做事擅长规划，有条有理，有不断成长的意识，追求双向奔赴的爱，会认真的相处和规划两个人的未来。女生健谈活泼，内心热忱，能量满满，感情里认真谨慎，而且会随着了解的深度，慢慢的建立感情。两个人价值观非常相似，都有对自己较为完美的期待，相处当中也都会关注细节，细心又体贴，是充满仪式感、浪漫又和谐的一对，供两位参考。来看3个女生基本资料：陈意涵1黑皮蛋，2我的周末，3冻龄小姐姐。我选择第2个，我的周末。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一周忙碌的工作结束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会来公园逛一逛，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欣赏优美的风景。也会去爬爬山，爬一座山，不忧不扰，淡泊一切，满眼都是好风景，留下的都是好心情。李翠怡，我的快乐生活球类爱好者，我的宝贝。选第1个吧，我的快乐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每当有假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外出旅游。别看我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其实我是在生活下是特别爱笑的一个女孩。看到我的外表，你应该很难猜到我是一个运动达人吧？而且我还是一个特别臭美的人哦。从小就特别喜欢跟小动物接触，家里面还有7只猫猫哦。除此以外，我还是一个做饭小达人。你是那个喜欢分享生活的人吗？经文这样的我，浪漫主义选手小傲娇。选第1个吧，这样的我。
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会比较照顾到他人的情绪，想给别人带来快乐，会比较共情。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女嘉宾觉得在2个人相处恋爱的当中，什么时刻是觉得最幸福的呢？陈意涵。我觉得是给我一些小惊喜的时候，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细节让我觉得很周到，比较暖心的时刻。我觉得是比较绅士，就是给你开车门啊，然后生活上，比如说，因为我不是特别有主见的人，所以他会给我去拿捏。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他预判了我对他的预判，这就相当于是2个人就是互相都非常了解，然后他可以猜到我的小心思，就会感觉非常的贴心。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择中间那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这个就是我刚刚 VCR 里面就是自己手工做的一个手工香薰，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送给我今天选择的女生。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你不存在，指引的你的方向，我已认真看出来。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现场24位嘉宾，大家好，我叫柴泽华，今年24岁，来自美丽的中原，河南。来，选你的心动女生。他只说了河南，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来自焦作。焦作这个地方，云台山知道吗？就在云台山脚下，有竹林七贤他们当时活动的遗迹。哦。什么刘伶七九台，那会儿都有，那是真的，你能看到的。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教我做饭。你不会吗？我不会做饭，因为我出来工作这几年呢，一直都是去饭店吃饭，或者说经常叫外卖。然后我的家人就特别担心我的这个身体健康。哦，会做饭的女生举手，我看看。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平时在家呢，经常喜欢做一些家常菜。哇哦！对，这个就是我在家会做的饭。我有一道很简单的菜，现在就可以教给你。哇哦！像那个下面那张图片那一个汤，它在我们那边的话，它叫疙瘩汤。哦。只需要1个番茄，1个鸡蛋，然后把面给用水搅一搅，然后倒在锅里，把它们都煮熟，就是这个样子了。好的，谢谢。车婉婷，我平时呢也是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美食，这是我平时周末自己做的饭。我喜欢吃那个蛹，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我从小特别喜欢吃虫子，比如说蝎子啊、蚕蛹啊、卡虫呀，高蛋白的这些都爱吃。我希望我找的男朋友的话，我另一半跟我一起烹饪，一起学做饭，感觉很浪漫。好的。
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会带我去玩一些高空失重的项目，因为之前有一次我们几个好哥们儿，他们非得拉我去那个游乐园嘛，然后坐那个过山车，硬是把我拽上去了。他们都在啊啊的叫，我是连叫都叫不出来了。下去以后就是吐了1个小时。8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不喜欢玩高空失重，是因为讨厌心脏就是忽悠一下下来的那种感觉吗？差不多就这样，我感觉我的心就是要蹦出来了一样。那其实我想推荐一个就是比较高空，但又心脏没有跳下来那种感觉，就是滑翔伞。就是虽然很高，但是确实是完全没有那种心脏跳下来的感觉。好的，谢谢，有机会我去尝试一下。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对，我其实自己就是一个蛮喜欢玩一些高空比较刺激的，但是它一定是有安全的。比如说我之前有去跳伞，其实当时是很害怕，但是就是有人会保护，有教练带着，其实是安全的。你会为了你的女朋友去尝试着去？其实像跳伞也好，如果不是特别刺激的话，我会忍耐一下去陪我的另一半去做。如果是特别害怕的话，我会在下面买好零食和奶茶，等他下来，等他下来。那也可以，谢谢。来看片子。我叫柴泽华，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和我爸斗舞。穿了以后那是把脚都捂坏了，只能赶紧来家吃饭吧。这月你再不领个媳妇回来，这月家我给你包了啊。这是我妈和我妹，我妈负责勤俭持家，我妹负责貌美如花。我爸教会了我作为男人该怎么和别人相处，家人的爱让我成为了一个顾家的人。刚开始出来工作，我不管挣多挣少，给自己留点零花钱，其他都会交给父母。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人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不管多累，只要回到家，我都会很轻松。其实小时候我是个特别腼腆的人，而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爸。没事的时候，他就会领着我和我妹妹一起唱歌跳舞。记得我第一次是在初中的元旦晚会上，台下有3、4千人，我就特别紧张。当时大家都在高呼我的名字啊，吹口哨，脑子一懵，凭着感觉演下去了。后来我就成为学校的名人了，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给我打招呼，交了很多朋友，性格也慢慢越来越开朗。音乐是有魔力的，不同的音乐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我喜欢唱歌，自己学习琢磨，拍了一些小视频发到网上，还挺受欢迎的。现在我也尝试自己写歌词，想做属于自己的作品。生活中我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给四川大凉山的小朋友寄去书和文具。晚上看到卖花的大娘，我会把花全买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我曾经也难过，当时很多朋友都在默默的支持我，所以对于现在别人，我都是能帮一把帮一把。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越来越好。这次来《非诚勿扰》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寻找我人生的幸福。你爸是你的启蒙老师？对，因为小的时候我爸他就会唱歌跳舞，还会弹一些吉他。哇哦！你父亲的工作是？我爸现在在派出所上班。哦，警察。对。警察舞跳得这么好，热爱文艺的警察叔叔。哇，那老爸可以啊。他们那个时候叫霹雳舞吧 ，disco。哇，很柔软，你看。啊，这当年也是武林一霸啊。就是。亲爱的儿子，此时此刻，老爸有一段心里话想对你说。从小到大，你都是一个比较听话、乖巧的孩子，不怕吃苦，做事认真，从不和家人抱怨在外面的风风雨雨，责任心很强，肯为家里分担一切。这次
虽然不能陪你一起过去参加《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但我们的心会随着你一起过去。儿子，你是最棒的，记得回来带一个女朋友，加油，儿子。其实这个视频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爸会这样说，这个看你很感动哈。很有感触。你爸来了一段，要不然你现在来一段。我其实，来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已经写了一首 rap， 一首说唱，因为我也想去努力做一下属于自己的作品，送给我的女孩。想亲吻你的脸，亲吻你的脸，想陪你吃零食看电影，让你做我的公主。Hey girl， 接下来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不管你曾经模样，只想陪你去长大。即便有时候惹你生气，可能有过错，但我只想把你抱在怀里，不把你错过。为了参加节目寻找真爱，我早就开始创作。现场24位漂亮嘉宾，我也早就看过。怕是我的爱，那你就是我的命。今天带上我的女孩离开，那是天注定。很好哎，自信爆棚那样。对，而且那种节奏感所带来的那种力量很直接。谢谢老师，特别好。1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听的，比如听妈妈的话这首歌会让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我妈妈、我爸爸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我记得有一次大半夜我发烧了。然后我爸妈就背着我驮着我过了好几条街，把我带到诊所，人家又关门了，又带我回家，帮我擦拭身体，物理退温。所以说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不同的感受，音乐对我来说是很有魔力的。2号，刚刚我有在 VCR 里面有看到，就是你有通过一个舞台的一次表现，然后就是改变了自己。然后我有件事情很想跟你分享，然后也特别有共鸣。就我以前参加一个表达课，当时我演讲的主题是我和我妈妈的故事。因为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是会有问题的嘛。然后我从台下下来之后，有很多的人发信息给我说，你今天的这个事情对我家里出现的这些问题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在这一方面，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帮助别人更好。所以刚刚在看你的那个 VCR 里面，我特别的有共鸣。20号，大家好，我叫刘映雪，我是20号，我来自安徽。然后我呢，就是从小家庭氛围可能不是特别融洽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能找一个家庭氛围很融洽的，并且能带领我走进他的家庭的。希望你多多注意我一下，谢谢。好的，谢谢你。现在生活在合肥是吧？对，我是在合肥，然后目前是一名甜品师。就是我虽然不可以教你做饭，但是我可以教你做甜品。你会不会做提拉米苏啊？这儿就直接点菜了，没拿自己当外人。陆纯，男嘉宾你好，我跟妈妈关系不错，但是我跟爸爸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就哪怕我爸爸摸一下我的头，我都记得有一次，我记忆里面是我是躲开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爸爸就是像你那样和你的爸爸就是相处的那么好，但其实爸爸是很爱我，我也是很爱爸爸的。你好，女嘉宾。其实，爱的表现有很多种，方式也不同。我觉得你们应该在私下多去沟通交流一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可以当他是一个父亲，也可以当他是你的倾听者。谢谢。
你跟你爸现在还是这样，他要摸你一下头，你还是会躲开吗？嗯，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是在抵触爸爸，每次爸爸过生日啊、过父亲节啊，我都会给爸爸买礼物。也许有一件事情或者某一天某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许会改变。我只想举个例子，我也有个女儿，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大。她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要不小心拿起她的杯子喝了水，这个杯子她就不要了。我当时也觉得很沮丧，这是为什么？但是现在我跟她有的时候我吃一个包子，我咬了一口，她说老爸，给我尝一尝。我说我已经咬过了，她咬过了也没关系啊。这就是变化，她从10几岁到20多岁也是有个变化的。黄澜。因为青春期的时候，孩子要确立自己边界的时候，他特别讨厌有人去侵入他。可是年纪大了以后，他成熟了以后，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我的建议哈，就是与其我们去等某一个时机，还不如有一天你会告诉他，你说爸爸，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想摸我头的时候，我其实很愿意跟你拉近关系，我很喜欢，但我下意识会躲避，然后看他会怎么说。所以我觉得可以表达一下，试一下。好，谢谢老师。你还给那个大凉山的孩子寄文具是吧？对，这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去年和前年这2年。捐款的话，比如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每个月从我这里扣款，持续了有1年多了。还有我们疫情的时候也是捐款捐物资，还有我们大凉山的孩子们寄一些书和文具。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范例，就是孩子在充满爱的这种环境下长大之后啊，向外散发爱会变成他的习惯。对，他们说，感受过爱的人才更懂得分享爱。是，他又知道它的美好。看下一条。我谈过3段恋爱，印象深刻的那段虽然时间不长，却伤我很深。我们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她很温柔甜美，我对她一见钟情。相处1个多星期，她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吃饭，那是第一次吃女生做的饭，挺感动的，真的。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但当时我被别人照顾了，然后我就对她的喜欢就又多了很多。当时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让我用真心对待的女生。她喜欢吃的，我都默默记在心上。她生病了，我送药给她。我们每天聊天，隔2天就要见一面。那些日子，只要想起她，我都会时不时的傻笑。笑啥嘞？没事，没事，拿手就是拍。没有啥。有一天，我忽然联系不上她，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当时我很紧张，我怕她出事，就去她家里看情况。没想到，当我敲门的时候，从里面传来她的声音：“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然后我就很懵啊，我就在那发呆了很久，反思自己，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后来从共同朋友的口中得知，她从来没有对我用过真心，我当时心真的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轻易相信感情，付出真心了。后来过了2年，当时受过的伤也都慢慢淡忘了。我也反思自己，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伤害就对所有人产生戒备，还是有很多好女孩可以去珍惜的。以后谈恋爱，慢慢了解，互相相处，再付出感情吧。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2个人在一起要多磨合。我可以为了对方做出一些改变，我也有自己的底线，对方不能不尊重我的父母。未来，我希望能遇见一个思想相对成熟的你，我也会宠着你，带你去旅行，做你的专属摄影师。将来属于我的那个女孩，我在等你，我们的未来，我们一起勾画。8号。男嘉宾你好，你说先需要慢慢了解，然后再付出真心。但是我谈恋爱，我觉得一定要先开始的就很热烈。如果你一开始对我很冷淡的话，我觉得你确实对我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每个人的感情不一样，有些人他是一见钟情的，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我现在的话，
可能会想得更多一些。好的，谢谢。你们有没有过从一段伤痛比较严重的感情当中走出来的？简单的分享一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们有没有过从一段伤痛比较严重的感情当中走出来的？简单的分享一下。22号。我分享一下，我从第一段初恋当中走出来。当时我一直半年了走不出来，所以我爸就喊我去跑马拉松。第一次跑马拉松，在我身体到极限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豁然开朗，有什么大不了的？要失恋一下，未来这么美好，有好男生多的是。他一切都和跑步这个事儿有关。很励志。这个很合理。爱情中人会分泌多巴胺，突然间那个人逝去了之后，多巴胺会面临一个悬崖式的下跌。跑过了身体的极限期，大脑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是一个跟多巴胺带来的刺激感不同，它会更舒适、更绵长，所以内啡肽开始分泌，填补了多巴胺的空缺。对，是的。所以对你的大脑来说，一下就舒适了，那种痛就被缓解了。那个阿甘失恋以后也是靠跑步来缓解的。阿甘跑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1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失恋的时候，我就会去旅游，去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我就坐在那里，我自己想一下午，哎，就想通了。对，其实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开车，没有目的地，去到一个海边，或者说哪个山里面。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这很空旷的环境，会让你整个人身心都感觉一个很舒服、很放空的状态。对呀。这挺合理。BBC 之前有做过一个纪录片，专门来描述失恋之后的治愈。有一种方法，就是给他看星际纪录片，就是他看那些恒星、星云，看这个宇宙有多大。就是我这算啥呀？这一粒灰上的一粒灰，接触某一种宏大，他会反思某种渺小。最后一个问题。什么？2号爆灯了，厉害厉害厉害！我好惊讶。就是其实后面还有蛮多话想说的，但是我就选择了静静的听。我想说的就是，看完你的2段 VCR， 我觉得我跟你的3观都蛮正的，都蛮像的。然后我特别的就是遇到男生很善良，然后跟父母的关系很好，很孝顺，并且去做些公益，那些真的非常非常的打动我。然后有的女生愿意为你留灯，我今天选择为你爆灯，我今天选择为你爆灯。哇，谢谢。现在11盏灯。上去灭掉9盏灯。哇！哇！他用眼神灭灯的是吧？对呀。有请2号、4号。来看男生的心动女生。哇！来有请11号。Hit you with tha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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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来看直推。柴泽华的智推女生是15号何小莹。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性格温暖随和、精致浪漫，感情里在意仪式感，较传统；女生敢于冒险，做事灵活有度，乐于助人。两个人都有很强的事业心，在感情当中亲密浪漫。当出现严重意见分歧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供两位参考。来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丁雨婷，力所能及的小事，和你一起看世界，朋友眼中的我。第一条吧。1，爱做公益以及志愿者经常投喂家附近的流浪猫狗，曾收养过12只流浪猫。哦，真的很有爱心。范浩然，憧憬的恋爱，美食女孩泪流成河。这个泪流成河标了双引号，我很好奇。3，生活中是个泪点特别低的女生，很容易经不住委屈就流下眼泪。最近一次流泪是因为追剧，剧情是好人被欺负。何小莹，料理小能手，有点挑剔理想的她。第二条吧。因为学的是服装设计，所以对男生的穿衣打扮有一点点挑剔，习惯性的分析颜色、材质和做工，间接判断对方是不是比较注重生活细节。王丽君，小爱好，气味相投，强强联合。小爱好。因为囤鞋子，家里有一整面鞋墙，大约有100多双鞋，看着就超有幸福感。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们在家里会去做哪些家务？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在上海是一个人住的，然后我会定期的1个月会大扫除2到3次，基本上是可以什么家务都会做，也可以自己换灯泡啊。我觉得换灯泡是男人干的事儿吧。好，谢谢。范浩然。我在我家里都是我去做家务的，而且我妈妈她会去告诉我说，女孩子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就嫁不出去这种话，然后我就是什么家务都会。好，谢谢。何小莹，一般的话我会请阿姨搞大扫除啊那些，自己就比较少做家务。我不太会做饭，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所以我们家大概1个星期的话，请3到4次钟点工。好的，谢谢。好，爆灯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其实这个是我第2次站在这个地方，然后爆灯是第1次。我这个人就是很强势。因为我的年纪比你大很多嘛，能接受吗？我觉得只要是2个人合适，那什么才算合适？看到你2段 VCR 之后，我是心动的。我想问你，对我有心动吗？如果没有，我就灭灯，我很难受。今天没有那么强势，但是我很勇敢。我勇敢的来到《非诚勿扰》，勇敢的去告诉大家，就是喜欢就要去表达，如果想去有更多的发展，就要去努力去做一些。我今天在这里，我觉得我做到了。其实我又比你大很多，就不管你今天有没有选择我，至少就是为爱去努力和付出了。就这样。啊，好，谢谢。就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会独自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你的决定是？谢谢2号为我爆灯。
其实你真的很优秀，我希望你能找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对不起。我的决定是坚持心动，坚持心动。来，3位女生请回。来，其实，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期的节目，我早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东西还是蛮相似的，也可以去互补，而且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我觉得你无论是外表还是其他，都特别的符合我。我也可以去为你改变，我也可以做你的专属摄影师，给你拍美美的照片和视频。我也想尽快的学会做饭，去给你做更好吃的东西。在未来，我希望能跟你一起勾画。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就是，我在你视频最后一句，你有说你喜欢思想成熟的，就是我有时候有一点不成熟。然后我喜欢的男生类型是偏安静，就是外表安静，说话比较温文尔雅、绅士类型的，就是偏大叔类型的。所以不好意思。很遗憾。好，谢谢。再见。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我觉得至少我对他说出来了我的喜欢，我这样没有遗憾，不然我会一直憋在心里。所以我大胆踏出了这一步，即便被他拒绝。祝他更好。刚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姐姐喜欢弟弟，弟弟喜欢妹妹，但妹妹喜欢大叔。之前范浩然有表达过一次，说他很喜欢这种高冷的，特别冷面不说话，这会形成一种悖论，就是如果有男生特别坚定的选择你呢，他就不高冷了，所以这会让接下来每一个很坚定的选择你的男生都会陷入一种痛苦当中，因为选择你就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失去了被选择的机会，所以你也可以再琢磨琢磨，就是他的可能性会更多一点。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在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苏俊杰，来自杭州，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神。爱之起伏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带你去探寻巷子里的美食。在生活当中，那些餐饮小馆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味道真的很好，因为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就我希望和女嘉宾一起去探寻很多的美食。
19号。是这样子的，男嘉宾，我之前去重庆旅行，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去打卡了，结果我发现那个味道和连锁的大差不差。后来我就拐呀拐呀拐，拐到一个很偏僻的巷子里面，找到那个当地的那种串串，味道确实要好吃的很多。比较有特色的那些小馆子就很难找，但是我觉得值得的。20号。那个男嘉宾你好，我也是去旅游的时候比较喜欢就是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我觉得品尝的不仅是美食，还有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和你一起去品尝一下。好的呀，好的呀。我在宜宾找过3家面馆，其中有一家在和平街，你知道有多难找？我找到和平街，看到一家卖肉的铺子，门口挂的全是蹄膀啊，那一半扇的肉全挂满了。扒开蹄膀和那半扇猪肉往里边看，里边有2张桌子，门口没有招牌，也不知道是在营业。你不跟旁边人打听，绝无可能看见。对呀。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老板，你这个地方可不像一个面馆。”他说：“那怎么的呢？我就2张桌子，就这么任性，生意几10年就这么好吃。”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总在深夜里忧伤。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忧伤还是深夜忧伤？就是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情，它会有忧伤，就会很负能量。那我希望，以后我的另一半，我能带他热爱生活，更多的正能量一点。对。确实，和大中午比起来，深夜是容易忧伤一点。21号。大家好，我是21号女生徐爽，硕士毕业于海外，现在在一所高校里面担任行政老师的工作。如果要是女生深夜忧郁的话，就是男朋友那个时候在干嘛呢？我会静静的陪在你身边，带你出去运动，然后释放压力，一起去热爱生活。24号。男嘉宾你好，深夜忧伤啊，或者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一种情绪表达，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归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坎坷，但是这不代表他不热爱生活。那我有可能伤心过后了，我自己调节好了之后，我依然明天还会很热情、很积极、很努力的去过下一天。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不能定义的。看片子。我叫苏俊杰，在我爸妈眼里，我一直是个要强的孩子。17年的时候，我不顾家里人反对，离开了家乡安徽，自傲地去了上海，因为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18年很顺利，通过自己开的电商工作室，我赚到了人生第1桶金。开始太顺利，我变得得意忘形，急功近利，投资失败，淹没于人海之中。不但亏光了自己赚来的钱，爸妈给的启动资金也赔了。焦虑、迷茫，不敢和家里人说，自己是谁都变得模糊了。那时候我很想家。我家里是开传统食品加工厂的，后来受到了电商冲击，生意下滑特别多，厂里的工人也走了很多，我妈独自坚持。然后有一次我回去看到我妈的手特别粗糙，我特别心疼。我那时候真的自己暗自发誓，我决定要为他们分担一些责任。跌落谷底的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忽然明白，人生有时候不用太着急，只要今天过得比昨天好，每天都是进步。
我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不会思考的事情，开始看书，复盘失败的投资经历。去年我重新振作了起来，决定再次创业。在做了深入研究和谨慎考虑后，我选择了短视频的赛道，来到了杭州，自学短视频的创作、运营和团队管理，联合创办了自己的 MCN 公司。短视频最重要的是黄金3秒，开头不吸引人，这个视频就没有人看了。高尔夫一场有72杆，任何一杆打出去就是打出去了，打得再烂，也要在下一杆调整好心态。现在我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慢慢把事业越做越好。这个世界一切都在改变，我也在改变，而一直不变的是，我想要证明爸妈眼中那个孩子已经变得可以依靠。23号。你好，男嘉宾。VCR 里面你最后说的那一句，就是爸妈眼中是那一棵小苗，然后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他们可以依赖的人。这一句话就是我感触很深，因为我应该是从19岁开始坚持，然后直到就是我真正读完大学出来开始工作，然后我每一个月就是会给我妈妈交2/3的工资。然后今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女儿啊，我觉得你真的变得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到妈妈会愿意去把以前没有跟你分享过，或者是我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都跟你在说。就我会觉得，哎呀，我们角色是互换过来的呢，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的深处这样子。对，我很感同身受，我觉得每个初次自己去奋斗都很了不起，真的。8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看到你是第一次创业失败，虽然跌入谷底了，但是你说是通过电影或者一些经历啊，就没有放弃，继续重振旗鼓了。其实我在生活中特别欣赏你这种人。而且吧，我经常就是看一本书，叫做《飘》，就是电影的话是《乱世佳人》。电影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因为我认为，无论你今天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人还活着，你总有一天会咸鱼翻身的。是的，一本好书，一本好电影，真的能给你在低落的时候一些动力的。对的，对的。徐爽。男嘉宾你好，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个我最近一直在追的一部剧，它里面有一部经典台词特别能够打动我，就是说生活，赋予你柠檬般的酸楚，酿成犹如柠檬汽水般的甘甜。可能这部剧告诉我们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每天都比一天更好的一个人。只要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就可以。对，是的，是的。肖申克救赎里边哪几句话给你印象深刻的？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肖申克救赎里边哪几句话给你印象深刻的？里面有一段台词叫“有些小鸟它在笼子里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毛真的很辉煌。”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some birds aren't meant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 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里面的主角安迪在那个处境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生活，勇敢的去抗拒那样的不公平。我觉得我这些都根本不算什么。我最喜欢看的3部电影第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没有之一。我觉得一个人要追求公平、正义、自由和梦想，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的。第2部电影叫做《3块广告牌》，它告诉我，人永远可以改变自己。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第3部电影我喜欢的叫《寻梦环游记》，叫 Coco。
他告诉我们，死亡是你不被记得才叫死亡。这个是帮助我克服很多死亡焦虑。我就非常喜欢这3部电影。好，看下一条片子。我的前任有2个极端，一个是陪伴我一起创业的姐姐型女友，一个是特别单纯乐观的妹妹型女友。我的初恋是一个比我大5岁的姐姐，她非常温柔体贴，也很会照顾人。我刚创业的时候，她会从老家过来看我。我平时很忙的时候，她也不会来打扰我，默默的为我加油。这段感情中，她比我年长一些，她照顾了我很多。我觉得有情绪稳定的她在身边，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当时我创业很忙，有点忽略她的感受，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走到一起。第2段感情，她是一个乐观可爱的妹妹，我对她一见钟情。和她刚交往的那些天，我忘记了工作上的烦心事，可交往的过程中，我却一直在为她的超前消费买单。后来我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她还依然大手大脚，不肯自食其力。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在感情中是很愿意付出的人，如果我身上有100块，99块我都会给对方，但我不希望这样的付出是单方面的。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应该是要相互扶持。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情侣，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不喜欢这样轻易开始又轻易分开的恋爱。交往中，我会比较慎重地开启一段感情，一旦明确认定这段关系，我会好好珍惜。希望未来的他善解人意，我们一起相互扶持，一起走得更远。2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我看到 VCR 你说你交往过姐姐型的，还有妹妹型的。那对于你现在择偶来讲，你是更倾向于哪种类型呢？我觉得2个都 OK， 年龄对于我来讲不是问题，感觉3观要一致，对，这个很重要。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如果选择你喜欢的女生，然后马上说出你喜欢的特质。真诚，善良，坚定，温柔。好。那同样的问题问你，你说4个。真诚，温柔，人品好，有上进心。人品好这种表述啊，有点太……就是道德感稍微偏高一些。哦，你们至少有1半交集了，对吧？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觉得2个人相处之间的话，物质上的往来对我来讲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情绪价值输入的一个人，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吧，我个人稍稍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然后你觉得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我以前在很早的时候，情绪其实没有那么稳定，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对我收获最大的就是经历，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至少我身边朋友是这样说，对。最后一个问题，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短片里面工作上升期嘛很忙，然后就是忽略了女生一些的细节，然后导致分手。就是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事业上升期的一个趋势，你怎么处理跟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来说，我的事业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那我觉得，我的女朋友未来我肯定把她放在第一。
因为我希望能和他一直走下去。对。最后留灯的19号。哎呦，来，我们看一下智推。苏静姐的智推女生是19号林蓉。哦，天哪！哇，真好巧啊！男生外形儒雅绅士，性格内敛，对感兴趣的事情有极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感情中也会主动付出，会为爱人制造小惊喜。而女生呢，性格开朗外向，对生活品质有很高的追求，在感情中也会喜欢主动付出。两人的价值观高度一致，彼此欣赏，相互成全，在亲密关系中非常浪漫有趣，是幸福甜蜜的一对佳偶。最后一个问题问19号，在恋爱当中，男生做什么事情会比较打动你？我现在也是在创业当中，我希望在我最累的时候，心里就是最难过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人能够鼓励我，能够陪在我身边。但恋爱当中，如果出现这些情况，我会第一时间把时间空出来，去陪你，去陪你。哇哦！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可以和19号牵手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我的感觉也是他，然后我觉得我的演员也比较 OK， 我选择签他。哇！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